这里是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权威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权威独家分析。如果我们的内容对你有价值，请订阅中国简报。中国官方数据可能显示经济走强。Bloomberg 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限制和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反弹有所加强。官方数据显示，高频指标显示2月份消费者支出明显回升，这可能有助于维持反弹。政府公布了今年前2个月零售销售、工业产出和投资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显示比12月有所上升，尽管1月份的活动与2月份相比仍然平淡无奇。鉴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出口下滑，工业产出前景仍然不太确定。但根据央行的最新数据，消费者信心已逐渐恢复。2月份短期家庭贷款有所回升，有迹象表明汽车和房屋上的大笔支出正在强劲增长。中国为外国游客签发所有签证类型。DW 据中国外交部称，中国将从3月15日起开始向外国人重新发放所有类型的签证。在大流行之前不需要签证的地区将恢复免签证入境。来自香港、澳门和东盟国家的外国人将恢复免签证入境。中国还增加了另外40个国家允许团体旅游，但这不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其他国家早些时候开始重新开放边境，但中国只是在该国许多地区爆发抗议活动后才放松了严格的 COVID 战略。遏制措施的放松导致 COVID 病例突然增加。北京停止了对游客的检疫要求，但签证限制仍然有效。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在大流行之前，2019年中国有6570万国际游客。第二年，这一数位下降到800万。澳大利亚称向中方通报核潜艇协定。Reuters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马勒斯 Richard Marles 表示，澳大利亚已向中国通报了其与英国和美国就核动力潜艇发展达成的AUKUS 协定，但尚未得到回应。过去1周，已经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领导人打了60多个电话，告知他们该协定于周二公布。揭幕仪式是在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发表声明后发布的，称其坚决反对该协定。AUKUS 能力伙伴关系将致力于提高澳大利亚的防御能力。潜艇的潜在开发和维护将在南澳大利亚进行。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该协定是为了应对迅速升级的地区安全挑战，并将支援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愿景。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伙伴关系将侧重于从网络威胁到气候增强的挑战。英国首相鲍里斯·詹森 Boris Johnson 表示，该协定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军事联盟，也没有改变英国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盟友的关系。这笔交易被视为澳大利亚国防系统能力的重大增长。这一消息是在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计划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拜登以及联合国大会其他世界领导人的前一天宣布的。观察人士表示，此举涉及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特别是中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超级大国的努力。拜登谈 AUKUS对任何人都不是挑战。Reuters 美国总统拜登向中国官员保证，新宣布的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安全伙伴关系并非旨在挑战中国。拜登提醒注意该协议，认为该协定更多的是为了确保印太地区的稳定。中国对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的协定表示担忧，担心该协定可能威胁到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官员们说，这种伙伴关系还旨在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保护盟国的利益。该计划使美国和英国与澳大利亚分享其潜艇技术，使该国首次获得最新的核动力潜艇技术。水下船只的设计保持隐蔽，并提供比传统水面船只更大的稳定性。安全伙伴关系的宣布引发了中国的广泛批评，外交部称其极其不负责任和非常危险。这种伙伴关系被视为美国反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又一举措。为什么中国将2023年 GDP 增长目标定位 5% 左右？
Nikkei Asia。中国新任总理李强警告说，实现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约 5% 的目标将是一项挑战。强对记者说，由于去年中国的 GDP 超过120万亿元人民币 17.8 万亿美元，因此很难继续实现增长。据说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 GDP 增长率已经超出了预期。分析师将 5% 的增长率描述为温和，因为2022年达到的低基数。人们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关于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征收关税的推文，以及有关美国希望阻止中国在该国的技术投资的报道提出了担忧。尽管存在担忧，但中国对外贸易在2018年开局良好，出口增长率被描述为强劲。台湾表示希望带回去中国的士兵。Reuters， 一名来自近海岛屿的台湾士兵在失踪1周后在中国被发现，台湾政府发誓要将他带回来。台湾国防部常否认了有关这名士兵逃离军方虐待的传言。中国台湾事务办公室尚未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中国此前曾试图让台湾接受中国的主权，他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但台湾政府拒绝了这些主张。韩国提议每周工作69小时，这与澳大利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如何？ ABC， 韩国政府提出了拟议的劳工改革，允许个人每周工作69小时，而目前的上限为52小时。该规定将允许每周计算加班时间，这意味着个人可以在一周内长时间工作，并在以后休息。改革的支持者认为，它将为专业人士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以解决其他角色，例如护理，同时寻求解决该国出生率下降的问题。然而，批评者声称，这将导致工人生活品质下降，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健康和家庭生活。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有长时间工作的传统，但这被认为与当今员工所追求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越来越不一致。澳大利亚统计局记录显示，由于 COVID-19 大流行，2021年8月，超过19名澳大利亚就业者在家工作，这表明对更灵活的工作安排的需求。据报道，政府正在探索灵活工作安排的进一步选择，例如每周工作4天，这在西班牙和冰岛等国家获得了关注。在韩国，人们一直担心长时间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包括 carousel 或通常归因于极端辛勤工作的猝死。在日本，还有 karoshi 或过度劳累致死的问题。阳光海岸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Sunshine Coast 的高级讲师孟西斯博士断言，这种文化尤其给职业母亲带来了问题，他们需要在育儿和就业之间取得平衡。2018年出台的日本工作方式改革法案，旨在使日本的工作实践现代化，建立强制性休假天数，并引入超时工作时间的上限，以提高工作实践的灵活性。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6d.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